感谢各位的光临。昨晚深夜以及今天凌晨，在我的指示下，美国武装部队在委内瑞拉首都展开了一次非凡的军事行动，压倒性的美国军事力量，海陆空并用，发动了一次惊人的袭击。这是一次人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袭击。这是一支针对加拉加斯市中心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堡垒的力量，目的是将不法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绳之以法。这是在美国历史上美国军事实力和能力最令人震惊、最有效、最强大的展示之一。如果你们想想看，我们还完成过一些其他很成功的行动，比如对苏莱曼尼的袭击，对巴格达迪的袭击，以及就在最近，在一项名为“午夜之锤”的行动中，对伊朗核设施的彻底摧毁和重创，所有一切都完美执行并完成。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美国昨天所做到的，或者坦白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委内瑞拉的所有军事能力都被瓦解了。因为我们军队的将士们与美国执法部门合作，在深夜成功抓捕了马杜罗。当时一片漆黑，加拉加斯的灯光大部分都熄灭了。这得益于我们掌握的某种专业技术。当时一片漆黑，而且非常致命。马杜罗和他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一起被抓了。他们两人现在都将面临美国的司法审判。马杜罗和弗洛雷斯已在纽约南区被起诉，因为他们针对美国及其公民发起了致命的毒品恐怖主义行动。我想感谢我们军队的将士们，他们在一夜之间，以惊人的速度、力量、精准和能力取得了如此非凡的成功。你很少能看到这样的事情。你见过这个国家的一些突袭行动，进展的并不顺利，那些都是令人尴尬的。如果你回顾阿富汗，或者回顾吉米·卡特执政的那些日子，那都是不同的日子了。我们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国家了，也许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训练有素的战士与美国执法部门合作，在他们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时抓住了他们。他们一直在等着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有很多船只在海上，他们在等待，他们知道我们要来，所以他们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状态。但他们被完全压制，并且很快就失去了反抗能力。如果你昨晚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你一定会印象深刻。我不确定你是否能有机会看到它，但那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没有一名美国军人阵亡，也没有一件美国装备损失。我们有许多直升机、许多飞机，以及许多人参与了那场战斗。但想想看，没有一件军事装备损失，更重要的是，没有一名军人阵亡。美国军队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强大、最令人畏惧的军队，其能力和技能是我们的敌人难以想象的。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装备，没有任何装备能与我们相比。即使你只看看那些船只，你也会明白，你知道，我们已经消灭了海上运来的毒品的97%，实际上是90%。平均每艘船运载的毒品会导致25000人死亡。我们消灭了97%的海上运来的毒品，而那些毒品大多来自一个叫做委内瑞拉的地方。
我们将治理这个国家，直到我们能够进行一次安全、妥善和审慎的政权过渡。所以我们不想让其他人介入，然后我们又回到过去多年来所面临的同样局面。因此，我们将治理这个国家，直到我们能够进行一次安全、妥善和审慎的过渡，而且这必须是审慎的，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希望委内瑞拉的伟大人民享有和平、自由和正义。这其中包括许多现在居住在美国并希望回到自己国家的委内瑞拉人，那是他们的祖国。我们不能冒险让一个不为委内瑞拉人民福祉着想的人接管委内瑞拉。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经历了数十年，我们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我们现在就在那里，人们可能不明白。但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我们现在就在那里，我们会一直待到妥善的政权过渡能够发生，所以我们会一直待到，我们基本上会一直治理它，直到妥善的过渡能够发生。众所周知，委内瑞拉的石油业务长期以来一直非常糟糕，完全失败。与他们本可以开采的量相比，他们几乎没有开采未能实现本可以实现的潜力。我们将让我们的非常大的美国石油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进入委内瑞拉，花费数十亿美元，修复严重受损的基础设施，也就是石油基础设施，并开始为这个国家赚钱。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发动第二次规模更大的袭击。如果我们需要这样做的话，我们曾经认为第二波攻击是必要的，但现在可能不需要了。第一波，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它，第一次袭击是如此成功，我们可能不必进行第二次。但我们为第二波袭击进行了准备，那是规模更大的一波，这次是精准打击。但规模更大的第二波袭击可能不需要进行。委内瑞拉与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结成了伙伴关系。由于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受欢迎，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和完成的事情，这种伙伴关系将使委内瑞拉人民富裕、独立和安全。它也将使许多居住在美国的委内瑞拉人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受苦了，他们被夺走了太多，将来他们不会再受苦了。非法独裁者马杜罗是一个庞大犯罪网络的头目。该网络负责向美国贩运巨量致命的非法毒品，正如起诉书中所指控的，他亲自监督了被称为太阳卡特尔的邪恶贩毒集团。该集团用致命毒药淹没了我们的国家，导致无数美国人死亡。多年来，数十万美国人因他而死。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很快将面临美国司法的全面制裁，并在美国本土受审。现在他们在一艘船上，他们最终将前往纽约，然后我想将在纽约和迈阿密或佛罗里达之间做出决定。我们有关于他们罪行的确凿证据，这些证据将在法庭上呈现，而且，我看到了。我们套的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这样的事情竟然被允许发生，真是既可怕又令人震惊。在马杜罗作为委内瑞拉总统的任期届满多年后，他仍然掌权，并对美利坚合众国发动了无休止的暴力、恐怖和颠覆活动，不仅威胁我们的人民，也威胁整个地区的稳定。你们都看到了，除了贩运巨额非法毒品到全国各地，对美国造成了无法言喻的痛苦和生命的毁灭之外，
马杜罗还派出了野蛮的杀人帮派，包括嗜血的监狱帮派特伦德阿拉瓜，在全国范围内恐吓美国社区。他确实这样做了。他们曾在科罗拉多州占领了公寓大楼，如果有人报警，他们就砍掉他们的手指。他们很残忍，但他们现在没那么残忍。我必须祝贺我们的军队、战争部长皮特以及国民警卫队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华盛顿特区现在是一个完全安全的城市，而它曾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城市之一。坦率地说，现在华盛顿特区没有犯罪，我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生过凶杀事件了，7个月了。几周前我们发生了一次恐怖袭击，那是一种有点不同的威胁，但我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生过凶杀事件了，7个月了。以前平均每周在华盛顿，我们的首都会发生2起凶杀案，我们不再有这种情况了。餐厅正在开业，每个人都很高兴，他们带着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妻子去餐厅。华盛顿特区各地的餐厅都在开业，所以我要感谢国民警卫队，我要感谢我们的军队，我要感谢执法部门，他们表现出色，他们应该在更多城市这样做。正如你们所知，我们正在这样做，而且我们现在正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这样做。犯罪率下降，我们几周前才刚开始，但现在犯罪率下降了77%。而且，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打来电话，他是一个很棒的人，他希望我们能帮助他。正如你们所知，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已经做到了。那是一个艰难的，曾经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区域，我们已经降低了犯罪率。我听说在2周半之后，犯罪率已经几乎降到了0。新奥尔良犯罪率几乎降到了0。我们只在那里待了2周半，无法想象为什么州长们不希望我们提供帮助。正如你们所知，我们也在芝加哥提供了帮助，那里的犯罪率有所下降，我们只提供了非常小的帮助，因为我们没有 TNA。我见我们无法与州长合作，那个州长是糟糕透了，芝加哥市长也是，但我们的帮助确实降低了犯罪率。但当那里的人们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被迫撤出那里，你们会知道，你们会报道的。同样，洛杉矶，我们很早就拯救了洛杉矶，那里的警察局长发表声明说，如果联邦政府不介入，我们就会失去洛杉矶。那是在火灾之后，很久之后，那是他们在洛杉矶发生骚乱的时候，我们做得很好，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赞扬。但这没关系，这不重要，我们不需要赞扬。但当那里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撤出那里。他们会打电话，如果必须的话，我们会回去，我们会回去的。我们在各个城市都做得很好，但我们非常自豪的地方是华盛顿特区，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首都。我们把它从一个犯罪猖獗的烂摊子变成了一个全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但他们派出的帮派强奸、折磨并谋杀了美国的妇女和儿童。他们在我提到的所有城市都有特里尼德、阿拉瓜，他们是马杜罗派来恐吓我们人民的。现在马杜罗将永远无法再威胁任何美国公民或任何来自委内瑞拉的人，不再会有威胁。多年来，我一直强调那些无辜美国人的故事，他们的生命被这个委内瑞拉恐怖组织无情地夺走了。这真的是最糟糕的组织之一，最糟糕的。他们说这是最糟糕的。比如来自休斯顿的12岁乔斯琳·农加里，美丽的乔斯琳·农加里，她怎么了？如你们所知，他们被特里尼德阿拉瓜的禽兽绑架、袭击并谋杀了。他们谋杀了乔斯琳，把她遗弃在桥下。有一座桥，很多人在看到发生的一切后，那座桥对他们来说将永远不再一样。正如我多次说过，马杜罗政权清空了他们的监狱，把他们最坏最暴力的怪物送到了美国，来窃取美国人的生命。他们来自精神病院和疯人院，他们来自监狱和看守所。我之所以两者都说，是因为他们听起来很相似，实际上监狱更具敌意。
更严酷一些。精神病院不如疯人院那么严酷，但我们两者都抓到了。他们从精神病院送人过来，他们从看守所、监狱送人过来，他们是毒贩，他们是毒枭，他们把所有坏人都送到了美国。但现在不会了，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无法非法穿越的边境。此外，委内瑞拉单方面扣押并出售了美国的石油、美国的资产和美国的平台，这让我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他们很久以前就这么做了，但我们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对此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拿走了我们所有的财产，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建造的。以前我们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决定对此采取任何行动，相反，他们却在万里之外打仗。我们用美国的才能、动力和技术建立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而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政权在美国的前几届政府执政期间，通过武力从我们手中窃取了它。这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美国财产盗窃案之一。这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产盗窃案，庞大的石油基础设施被夺走了，就好像我们是毫无抵抗之力的婴儿一样，而我们却无动于衷。我会对此采取行动的。美国绝不会允许外国势力抢劫我们的人民，或将我们赶出自己的半球。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此外，在现已被罢黜的独裁者马杜罗统治下，委内瑞拉越来越多地在我们的地区接待敌视我们的外国人，并获取可能威胁美国利益和生命的危险进攻性武器。他们昨晚就使用了这些武器。这可能与他们在我们边境沿线活动的贩毒集团勾结有关。所有这些行动都严重违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可以追溯到2个多世纪以前，一直追溯到门罗主义。门罗主义很重要，但我们已经大大超越了它，真的超越了很多。他们现在称之为唐罗主义，我不知道是门罗主义，我们有点把它忘了，它非常重要，但我们把它忘了，我们现在不再忘记它了。根据我们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将永远不会再受到质疑，这不会发生。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几十年来，往届政府忽视甚至助长了西半球日益增长的这些安全威胁。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正在以非常强大的方式，在我们的本土地区重申美国的力量。我们的本土与不久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我们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在第一个任期内拥有巨大的主导地位，而我们现在拥有远超以往的主导地位。所有人都在回归我们，未来将由保护商业、领土和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资源的能力来决定。这些是我们国家安全的核心，就像关税一样，它们让我们的国家富裕，让我们的国家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这些是历来决定全球力量的铁律，我们将保持这种状态。我们将确保边境安全，我们将阻止恐怖分子，我们将打击贩毒集团，我们将保卫我们的公民免受所有国内外威胁。其他总统可能缺乏保卫美国的勇气，但我绝不会允许恐怖分子和罪犯逍遥法外，对抗美国。这次极其成功的行动应该对任何威胁美国主权或危及美国人民生命的人起到警告作用。非常重要的是，对所有委内瑞拉石油的禁运仍然全面生效，美国舰队保持戒备，处于待命状态。美国保留所有军事选项，直到美国的要求得到全面满足和完全实现。委内瑞拉的所有政治和军事人物都应该明白，马杜罗的遭遇也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如果他们不公正，甚至对他们的人民不公正。
这就会发生独裁者和恐怖分子。马杜罗终于走了，委内瑞拉人民自由了，他们再次自由了。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他们自由了。今天早上，美国是一个更安全的国家。今天早上，美国是一个更自豪的国家，因为它不再允许这个可怕的人和政权对我们继续做坏事。我们不允许这一切再发生，而西半球现在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所以我要感谢所有在场的人。我要感谢雷辛·凯恩将军，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和很多将军合作过，我合作过一些我不喜欢的，我合作过一些我不尊重的，我合作过一些水平很差的，但这个人太棒了。昨晚我看到了对一个政权最精确的攻击之一，我的意思是，这是一次为了正义的攻击，我为他感到非常自豪，我也为我们的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感到非常自豪，我将请他说几句话。非常感谢。好的。好的，谢谢你，总统先生。终于有了一位世界尊重美国人民应得的总司令。正如总统所说，言语几乎无法形容这次历史性行动的勇敢、力量和精确。这是一次由我们国家最优秀的美国人完美执行的大规模军警联合突袭。美国战士是首屈一指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昨晚我们所有人目睹的是美国战士的纯粹的勇气、毅力、英勇和荣耀。我对这样的人们感到由衷的敬佩。我向我们的主席丹·雷辛·凯恩以及所有昨晚值守的美国人致敬。我们的战士是美国的精英。川普总统支持你们，地球上没有其他国家有相近的实力能够完成这种行动，也没有其他总统曾展现出这种领导力、勇气和决心。这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最强大组合。正如总统所说，我们的对手仍然受到警告。美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投射我们的意志、协调、隐秘、致命性、精确性。美国正义的长城投射，所有这些都在这个深夜中全面展现。尼古拉斯·马杜罗有过他的机会，就像伊朗有过他们的机会一样。但他们现在没有了，他胡作非为，自食恶果。川普总统非常认真地对待阻止帮派和暴力流入我们国家的问题，非常认真地对待阻止毒品流入、毒害我们人民的问题，他非常认真地对待夺回被盗石油的问题，并且非常认真地对待在西半球重建美国威慑和主导地位的问题。这关乎美国人民的安危、自由和繁荣，这是美国优先。这是以实力求和平。美国战争部很荣幸能助其实现。欢迎来到2026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回来了。现在，我想欢迎我们的主席莱辛·凯恩主席来介绍更多关于这次行动的细节。主席先生。谢谢部长先生，谢谢总统先生。早上好。昨晚，根据美国总统的命令，并应司法部的请求，正如总统所说，美国军方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执行了一项抓捕任务，将2名被起诉的人尼古拉斯·马杜罗和塞西利亚·马杜罗绳之以法。这次行动被称为绝对决心行动，是谨慎的、精准的，在1月2日最黑暗的时段进行，是数月规划和演练的成果。坦率地说，只有美国军方才能承担这样的行动。今天早上，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些准备工作和细节。
同时不泄露我们的任何战术、技术和程序。我们总是有可能再次被要求执行这类任务。我们的跨部门合作始于数月前，并建立在数十年来整合复杂空中、地面、太空和海上行动的经验之上。尽管过去20年磨练了我们特种作战部队的技能，但这项特殊任务需要我们联合作战部队的每个组成部分，陆军士兵、海军水兵、空军飞行员、海军陆战队员和太空军战士，与我们的情报机构、合作伙伴和执法部门的同事协同合作，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我们利用了我们无与伦比的情报能力和我们多年追捕恐怖分子的经验。如果没有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在内的各个情报机构的卓越工作，我们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观察，我们等待，我们准备，我们保持耐心和专业。这项任务经过精心策划，吸取了过去多年来数十次任务的经验。这是一次只有美国才能完成的大胆行动。它要求我们的联合作战部队达到极致的精准和整合，而整合这个词无法解释这项任务的纯粹复杂性。这是一次如此精准的抓捕行动。设计超过150架飞机在西半球各地紧密协调起飞，所有这些都按时按地地汇集在一起，为一个单一目的叠加效应，将一支拦截部队送入加拉加斯市中心，同时保持战术上的出其不意。这台运转良好的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件出现故障，都将危及整个任务，而失败对于美国联合作战部队来说绝不是一个选项。昨晚在加拉加斯上空的那些人，愿意为地面上和直升机里的人献出生命。让我简单谈谈准备工作。在我们的情报部门同事经过数月的工作，找到马杜罗并了解他的行动方式、居住地点、旅行路线、饮食习惯、穿着打扮，以及他养的宠物之后，12月初，我们的部队已就绪。等待一系列条件成熟，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日子，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的潜在伤害，最大限度地提高出其不意的效果，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被起诉人员的伤害。正如总统所说，这样他们才能被绳之以法。正如总统今天早些时候所说，委内瑞拉每年的这个时候，天气总是一个影响因素。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的几周里，美国军方的男女官兵严阵以待，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出现，以及总统下令我们采取行动。昨晚，天气刚刚转好，清出了一条只有世界上最熟练的飞行员才能驾驭的航线，海洋、山脉、低云、云层。但当被赋予任务时，我们的军人绝不放弃。昨晚东部时间10点46分，总统命令美国军方执行这项任务。他对我们说：“祝你们好运，一路顺风。”我们深表感谢，并把这些话传达给了整个联合作战部队。在整个夜晚，飞机开始从西半球陆地和海上的20个不同基地起飞。昨晚总共有超过150架飞机，包括轰炸机、战斗机、情报机、侦察机、监视机和旋翼机在空中飞行。成千上万小时的实战经验在空中展现。我们最年轻的机组成员是20岁，最年长的机组成员是49岁。美国军事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夜幕降临，直升机载着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撤离部队起飞，在水面上空100英尺的高度飞往委内瑞拉。当他们接近委内瑞拉海岸时，美国开始分层部署，由航天司令部、网络司令部和跨部门其他成员提供不同的部署，以开辟一条通道。在空中，这些部队受到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美国空军
和空军国民警卫队的飞机保护。这支部队包括 F-22、F-35、F-18、EA-18、E-2、B-1轰炸机以及其他支援飞机，还有众多遥控无人机。当部队开始接近加拉加斯时，联合空中部队开始拆除和瘫痪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使用武器来确保直升机安全进入目标区域。我们空中部队的目标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保护直升机和地面部队，将他们送达目标并安全送回家。当部队越过他们藏身杂波中的最后一个高地时，我们评估我们完全保持了突袭的要素。当直升机部队低空进入目标时，我们于东部标准时间凌晨1点01分，即加拉加斯当地时间凌晨2点01分，抵达马杜罗的住所。抓捕部队降落在马杜罗的住所，以速度、精确和纪律向他们的目标移动，并隔离了该区域，以确保地面部队的安全。同时，抓捕被起诉人员抵达目标区域后，直升机遭到火力攻击，他们以压倒性的力量进行自卫还击。我们的一架飞机被击中，但仍可飞行。正如总统今天早些时候所说，我们所有的飞机都安全返航。那架飞机在任务的其余时间里仍可飞行。随着行动在马杜罗的住所展开，我们的空中和地面情报团队向地面部队提供了实时更新，确保这些部队可以在没有不必要风险的情况下安全地穿梭于复杂环境。部队受到上空战术航空兵的保护。马杜罗和他的妻子两人都被起诉，他们已经投降并被司法部拘留。在我们的杰出美国军方的专业和精确协助下，没有美方人员伤亡。在确保被起诉人员的安全后，部队开始准备撤离，直升机被呼叫来撤离抓捕部队。同时，战斗机和遥控飞机提供上空掩护和压制火力。当部队开始撤出委内瑞拉时，发生了多次自卫交火，部队成功撤离并返回他们的浮动发射基地。东部标准时间凌晨3点29分，部队在水面上空把被起诉人员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带上了硫磺岛号军舰。最后，我们今天所见证的是美国联合作战部队的强大展示。我们思考，我们发展，我们训练，我们演练，我们总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演练，不是为了做到完美无缺，而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的职责是整合作战力量，以便当命令下达时，我们可以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敌人投送压倒性力量。今天，我为我们的联合作战部队感到无比自豪，并充满感激之情。能在这里代表他们，对于这些杰出的专业人员以及支持他们的家人来说，没有太困难的任务。今天早上我们站在这里，我们的部队仍在该地区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准备投射力量，保卫自己和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这次行动证明了我们对正义的奉献和坚定不移的承诺，以及我们追究那些威胁和平与稳定的人的责任的决心。最后，我想向执行这项任务的勇敢的男男女女表达我衷心的感谢。他们的勇气和对我们国家不懈的奉献使我们强大。谢谢你，部长先生，也谢谢你，总统先生，非常感谢。
好的，对于你们刚才听到的内容，我没有太多要补充的，除了以下几点：尼古拉斯·马杜罗在2020年于美国被起诉，他不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这不只是我们说的第一届川普政府、拜登政府、第二届川普政府、拜登政府、第二届川普政府，这3个政府都没有承认他，他也没有被欧盟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承认，他是美国司法部门的逃犯，悬赏金额为5000万美元。我想我们是省下了这5000万美元。是的，没错。但是不要让任何人抢走这份功劳，除了我们，没有人配得上他。我希望明确一点，尼古拉斯·马杜罗曾多次有机会避免这一切，我们给他提供了很多非常慷慨的提议，但他却选择表现得像个疯子，选择玩弄手段，结果就是我们今晚看到的。另外一个信息是这样的，有这样一个人，像世界上很多人一样，他们喜欢玩游戏，有这样一个人，他决定邀请伊朗进入他的国家，他没收美国石油公司，他用帮派成员充斥我们的国家，他抓捕美国人作为人质，并试图用他们进行交换，就像他能够和拜登政府做的那样，他基本上一直喜欢玩弄手段，并且认为什么都不会发生。我希望人们现在明白，我们有一位总统，美国第47任总统，他不是一个玩弄手段的人。当他告诉你们他要做某事，当他告诉你们他要解决一个问题时，他是认真的，他会付诸行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观察这个过程已经14、15年了，一直都在关注。每个人都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等我上任了，我们会做这个，我们会做那个。川普总统是一位行动派的总统，我还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没有搞清楚这一点。现在如果你们不知道，那你们现在就知道了，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我认为人们需要明白，这位总统不是只会说空话、写信和开新闻发布会的，你知道的。如果他说他对某事是认真的，他就是认真的，而且这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总统解决了这个问题。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位爱好和平的总统。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们了，这个人曾多次有机会另寻出路，想出另一个办法。他现在本可以非常开心地住在别的地方，但他却想逞强，所以现在他惹上了其他麻烦。我认为这里要给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是，川普总统不会主动找人打架，他通常希望和所有人好好相处，他会和任何人交谈、会面，但是不要和他玩弄手段，不要和这位在任的总统玩弄手段，因为结果不会好。所以我希望各位已经吸取了昨晚的教训，我们希望他对未来有警示意义。总统先生，您昨天说美国将要管理委内瑞拉，那么现在是谁掌权呢？我们将与一个团队共同管理它，我们将确保它得到妥善运营，我们将重建石油基础设施，这将花费数十亿美元，这笔费用将由石油公司直接支付。他们将为他们的工作得到补偿，但这笔费用会支付的，我们将让石油按应有的方式流动，如您所知。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流量，对于他们拥有的资源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流量，但我们将妥善管理它，并确保委内瑞拉人民得到照顾。我们将确保那些被这个暴徒赶出委内瑞拉的人民也得到照顾。总统先生，美国管理这个国家，是否意味着美军将部署地面部队？这将如何运作？你知道他们总是说派兵，如果必须派遣地面部队，我们是不怕的。实际上，昨晚我们已经有高级别的地面部队在场了，我们不怕这个，我们不介意说出来，但是我们要确保那个国家得到妥善的运行。我们这样做不是徒劳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这是一个可能变得非常非常糟糕的行动，可能变得非常糟糕。昨晚我们可能损失了很多的人，我们可能损失了很多的尊严，我们可能损失了很多的装备没那么重要，但是我们可能会损失很多。我们要确保这一切是妥当的。我们现在就在那里，如果需要，我们准备再次行动。我们要把这个国家管理好，它将运行得非常审慎、非常公平，而且它会赚很多的钱。我们要把钱给人民，我们要补偿那些被占便宜的人，我们要照顾好每一个人，这非常重要。我们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你知道，他们偷了我们的石油，我们把那整个产业都建在那里了，他们却好像我们什么都不是一样，就把它接管了。而且我们有一位总统决定对此不采取任何行动，所以我们对此采取了行动。我们迟到了，但我们还是采取了行动。是的。
总统先生，您能解释一下管理这个国家的具体机制吗？您会指定美国官员来协调吗？是的，这一切都在进行中。我们正在指定人选，我们正在交谈，我们正在指定各种各样的人。我们会让你们知道这些人是谁。您能谈谈将管理委内瑞拉的那个团队吗？在一段时间内，主要将是站在我身后的那些人，我们将管理他，我们将让他恢复过来。他现在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1年半以前，我们也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现在我们是全世界最热门的国家，我们是一个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得好的国家。它需要领导力，委内瑞拉有很多坏人，很多不应该领导那个国家的坏人。我们不会冒险让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个接替马杜罗，所以其他人我们有杰出的人，包括军方的人，所以我们将有一个团队来管理，直到他能够重回正轨，为人民赚很多钱，并给人民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也要补偿那些被迫离开委内瑞拉的人民。总统先生，您今天早些时候在福克斯与朋友们的采访中说，您不会支持马查多回来担任反对派领导人。然后您还提到了委内瑞拉的副总统，您会与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合作吗？或者您如何看待这种关系的发展？父亲，我明白他刚刚宣誓就职，但如你所知，他是马杜罗挑选的他，所以马可卢比奥正在直接处理这件事。他刚刚和他谈过，他基本上愿意做任何我们认为让委内瑞拉再次伟大所必须做的事情，非常简单。总统先生，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几个星期前你警告他说他得小心点，今天他说在这项行动之后，他不担心自己会发生任何事情，你对此有何评论？他有可卡因工厂，他有制造可卡因的工厂。是的，我会坚持我最初的说法，他正在制造可卡因，并且他们正在将其运往美国，所以他确实得小心点。总统先生，您有没有提前通知国会？马可，你想谈谈这个吗？因为你参与了这件事。当然，我们在行动后立即通知了国会议员，这不是那种可以提前通知国会的任务，这是一项基于触发条件的任务，需要夜复一夜的满足特定条件。我们为此观察和监控了好几天，所以这根本不是那种你可以打电话告诉别人，嘿，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15天内某个时候执行这项任务的任务。但它主要是一项执法职能，请记住，归根结底，其核心是逮捕2名被起诉的美国司法逃犯，而战争部在这项工作中支持了司法部，这有更广泛的政策影响。但这绝不是你可以提前通知的任务，因为它会危及任务本身。国会有泄密的倾向，这可不好。如果他们泄密了将军，我想结果可能会非常不同。但我必须说，他们知道我们迟早会来，你知道我们有很多船只在那里，他们多少知道我们要来，我们通过了，但是国会会泄密，我们不需要泄密者。你是少数几个亲眼目睹这一切发生的人之一。当美国部队进入他家时，马杜罗在做什么？另外，美国有没有考虑过，如果马杜罗反抗或者抵抗，就杀死马杜罗？这可能会发生。他当时正试图进入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们知道安全的地方是什么样的？都是用钢制造的。他没能赶到门边，因为我们的人速度太快了，他们迅速突破了抵抗。当时有很多抵抗。你们知道，人们当时在想，我们是不是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有点措手不及，但他们也一直在等着什么。当时有很多抵抗，有很多枪声，你们今天也看到了一些。但是他当时正试图进入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个地方其实并不安全，因为我们会在大约47秒内把门炸开，我想是47秒。他们平均来说是这样说的，不管那钢板有多厚，那是一扇非常厚的门，那是一扇非常重的门，但他没能到达那扇门里面，他赶到了门边，但他没能把门关上。马杜罗目前在哪里？你知道他的确切下落吗？最终在不久的将来，他会被带到纽约。他会被关押在哪里？在纽约他会被关在哪里？这要由负责这些事情的官员来决定。总统先生，美国在推翻独裁者方面有着好坏参半的记录，而且不一定有后续计划。
这会影响您的决策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不同的总统在我这里。情况并非如此，在我这里，我们有着完美的胜利的记录，我们赢了很多，我们赢了。如果你看看苏莱曼尼，看看巴格达迪，看看午夜铁锤，午夜铁锤行动令人难以置信，对吧？如果没有他，现在你们就不会在中东拥有和平。我们之所以在中东基本实现和平，就是因为那次行动。如果我们没有成功进行午夜铁锤行动，你们就不会在中东拥有和平。所以在我这里，你们取得了许多胜利，你们只有胜利，没有失败，对吗？总统先生，您预计美国会管理委内瑞拉多久？您希望委内瑞拉人民多久能举行选举？我希望能够尽快完成，但这需要一段时间。您知道的，我们正在重建，我们必须重建他们所有的基础设施，他们的基础设施已经腐朽了。实际上，这非常危险，这是一个极易发生爆炸的区域。石油非常危险，从地下开采石油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它可能会导致很多人死亡。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因此丧生。基础设施很老旧，已经腐朽了，其中很多是我们25年前在那里建造的。我们将要更换它，并且我们将投入大量的资金，以便能够管理好这个国家。是的。总统先生，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委内瑞拉都有利益，这项行动将如何影响您在海湾石油问题上与他们的关系？就中国和俄罗斯而言，俄罗斯嘛，等我们把事情理顺了再说。但就其他想要石油的国家而言，我们是做石油生意的，我们会把石油卖给他们，我们不会说不给他们。换句话说，我们会出售石油，产量可能会大得多，因为他们的基础设施太差，所以生产不出多少，所以我们会向其他国家出售大量石油，其中许多国家现在就在使用，但我会说还会有更多国家来购买。总统先生，谢谢您。您今天想对委内瑞拉人民说些什么？那里的平民百姓有很多疑问，你想对委内瑞拉人民说些什么？你们将拥有和平正义，你们将拥有本该长期属于你们的一些财富，这些财富被偷走了，但你们将拥有和平、安全和正义，你们将拥有一个国家，你们将拥有一个真正的国家，你们将有可能拥有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知道，如果回到20年前，甚至更久以前，那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他们把它毁了。还记得我说过，如果我们输掉这次选举，美国就会变成超级版的委内瑞拉，那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如果我们输掉了2024年大选，我们遭受的损失会非常惨重。看看2020年以来的边境情况就知道了，他们做了什么，瞧拜登政府对我们国家做了什么，永远都不应该被忘记。但如果我们再经历1年那样的日子，我们就会完全变成委内瑞拉的样子。我以前常说，如果他们赢了，我们就会变成超级版的委内瑞拉，而那正是会发生的事。总统先生，您是说赫格塞斯部长和卢比奥国务卿将要管理委内瑞拉吗？您会派遣美国军队吗？他们将是一个团队，与委内瑞拉人民合作，确保我们把委内瑞拉的事情做好。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离开，谁来接管呢？我的意思是，没有人可以接管。你们有一位由马杜罗任命的副总统，现在他是副总统，而且我想他也是总统。他不久前才宣誓就任总统。他和马可·卢比奥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说：“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都会做。”我想他非常客气，但他真的没有选择。我们会把这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和马杜罗打交道，然后就离开。离开之后就说，让他自生自灭吧。如果我们撒手不管，他就永远没有机会恢复。我们会妥善管理，我们会专业管理，我们会让世界上最伟大的石油公司进入并投资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赚取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委内瑞拉。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委内瑞拉人民。而且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那些被赶出委内瑞拉现在身在美国的人，坦白说，有些人想留下，有些人可能想回去，是吗？总统先生，目前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在该国的美国人？那些被拘押的美国人有没有被释放并带回家？现在他们受到很好的保护，因为没有人会招惹我们。我们已经让他们知道了这一点。你们最好不要动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你为什么担心马杜罗政权的不良分子会继续掌权？
那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我们正在关注他们，而且他们现在的行为和2天前会采取的行动大不相同了。总统先生，为什么管理一个南美洲的国家符合美国优先的原则呢？我认为是的，因为我们希望周围都是好邻居，我们希望周围都是稳定的，我们希望周围都有能源，那个国家有巨大的能源，保护它非常重要，我们自己需要它，全世界也需要它，我们希望确保我们能够保护它。总统先生，关于古巴，这里要宣布关于古巴的协议吗？古巴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古巴现在情况不太好，那个制度对古巴来说一直不太好，那里的人民已经受苦很多年了。我认为古巴将是我们最终会讨论的事情，因为古巴现在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一个非常糟糕的失败国家。我们希望帮助古巴的人民，这很相似，我们希望帮助古巴的人民。但我们也希望帮助那些被迫离开古巴并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马可，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好的，我几分钟前才说过，当川普总统讲话的时候，大家应该认真对待。所以可以说，古巴现在是一团糟，他由一群无能年迈的人管理着，有些不是年迈，但同样无能，他的经济一塌糊涂，完全崩溃了。顺便说一句，大家都知道，所有帮助保护马杜罗的警卫，他们的整个间谍机构都充满了古巴人。我的意思是，这真是令人惊讶。这个贫穷的岛国在某些情况下竟然控制了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他们必须宣布脱离古巴，获得独立，因为古巴试图从安全角度对它进行殖民。所以，是的，如果我住在哈瓦那，而且我在政府工作，我会有点担心。你们是不是要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总统在1周前就已经宣布了，单任何受到制裁的石油都不允许运到那里，所以那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政策。答案是肯定的。美国是否知道反对派领导人马卡多的下落，并与他有过接触？没有，我们没有。我认为他很难成为领导人，他在国内没有支持，也没有威望，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他没有成为领导人的威望。总统先生，美国有没有可能最终管理委内瑞拉很多年呢？你知道，这不会让我们花费任何东西，因为地下的资源非常可观，所以这不会花费我们任何东西。但是美国还会继续在委内瑞拉维持军事存在吗？我们会的，我们希望那里安全。我们希望周围的国家不要窝藏世界各地的美国的敌人。你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我们将会重建。我们不会花钱，石油公司会进去，他们会花钱，他们会建，我们将收回那些石油。坦白说，我们早就应该收回它们。大量的钱正从地下涌出，我们将得到所有这些的补偿。我们将得到我们所花费的一切的补偿。所以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昨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夜晚，我们必须被安全可靠的国家包围，我们也必须拥有能源。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拥有真正的能源，而不是他们只从地下开采4%和5%的能源。你看，那简直是一场灾难。所以，我认为在未来1年里，委内瑞拉将会发生一件好事，委内瑞拉人民将是最大的受益者。总统先生，您上次和马杜罗通话时谈了些什么？美国现在是否与委内瑞拉处于战争状态？我不想透露那些谈话内容，但我确实和他谈过。我当时说你必须投降，而且我当时确实认为他差点就这么做了，但他现在一定希望自己当初这么做了，是吧？总统先生，您能解释一下吗？您说马杜罗要对贩毒负责，您最近赦免了洪都拉斯前总统，他曾因多项贩毒罪名被定罪，您能解释一下这2种情况有何不同吗？您会赦免马杜罗吗？正如你们所知，我支持了洪都拉斯的获胜总统，那个赢得选举的人，我支持了智利的获胜者，我支持了阿根廷的获胜者，我们与整个这个群体合作得非常好，我赦免了那个人。如果你们能拿我们来类比的话，他受到的待遇就像拜登政府对待一个名叫川普的人一样，这对他们来说结果不太好。这是一个受到非常不公正迫害的人，他是这个国家的元首，他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迫害。这样的人有很多，我们觉得他所遭遇的情况非常不公平。他也是那个获胜者的党内成员。
所以很明显，人们喜欢我所做的，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执政党强烈认为那个人受到了非常糟糕的对待。我很快地研究了一下，然后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我咨询了我身后站着的很多人，他们都觉得那个人受到了迫害，受到了非常糟糕的对待，这就是我给他赦免的原因。你之前提到了派兵，你能否总结一下这个问题？你是否设想美国军队会在委内瑞拉驻扎，当美国管理那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会在委内瑞拉驻扎，因为这涉及到石油，因为我们正在派遣我们的专家过去，所以你们可能需要一些东西，但不会很多，但是不会，我们将从地下开采出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将归委内瑞拉人民以及那些曾经在委内瑞拉、现在身在委内瑞拉之外的人所有，他也将以赔偿那个国家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的形式归美利坚合众国所有。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谢谢。你有一个问题吗？是的，请问你之前那么客气，我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请提问吧，除非是个烂问题，是关于谁的问题？是关于普京的，如果你愿意。关于普京，谈论普京，很好。你和他星期一通了电话，他有没有谈到马杜罗？你们谈论这个了吗？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马杜罗。你生他的气吗？有情报说，我对普京不太满意，他杀害了太多的人。我解决了8又1/4场战争，你知道那1/4是什么吗？泰国和柬埔寨的冲突，我又做了一次，他们爆发了冲突，我大概在5小时内就解决了。我给自己算1/4。所以现在是8又1/4。换句话说，我解决了战争，但后来他们又爆发了。过去4天，他们爆发得很厉害，我让他们恢复了和平，所以我只算1/4。我曾经以为最容易解决的会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他们双方都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你看，那是拜登的战争，不是我的战争，但我想要阻止生命的逝去。你看到上个月，这个月有3万人，上个月是27000人，上个月有3万名士兵被杀，3万人，我想要阻止那一切，你知道吗？我让北约支付5%，而不是他们之前没有支付的2%，他们之前连2%都没付。现在他们支付5%，我们给他们送去了很多弹药，我们给他们送去了很多东西，导弹和各种其他的东西，很多，而且他们付钱，美国没有亏钱，我们可能还在那上面赚钱，那是我最不关心的事情。我只是想要阻止所有那些人被杀。我们正在失去25000到3万名来自2个遥远地方的人，但如果我能阻止杀戮，因为我一直很擅长做交易，我想这都是交易，生活就是一笔大交易。如果我能阻止那场战争，阻止3万名年轻人被杀，此外基辅也有人被杀，其他城市也有人被杀，你知道数量少得多，但他们正在被杀，被残忍的杀害，所以我对此不高兴。我以为那会是一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我们有维特科夫先生在这里，我认为我们正在取得进展，但那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如果我是总统，那永远不会发生。普京这么说，每个人都这么说。如果我是总统，那永远不会发生。但我继承了那场战争，那是乔拜登、泽连斯基和普京的战争，我接手这个局面。他一团糟，我还要说，我昨晚看了一场行动，那真是太精确了，太出色了。我的意思是，那简直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我们的人，像这位将军和我们的人参与那场战争，那场战争就不会持续很久。我可以告诉你，那场战争，用一个老词来说，那场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场血腥屠杀。我们想要它停止。非常感谢大家。